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大黄米粘豆包，不需要发面，制作起来简单又好吃。自己做的红糖的豆沙馅儿，补气补血，又香又健康。首先来做豆沙馅儿，今天做的就是很家常的一种豆沙包。这种豆沙做起来就很简单了，是准备500克的红小豆，清洗干净，然后浸泡6到8个小时。可以提前前天晚上浸泡好第二天早晨起来做。不过有一种和红小豆长得特别像的叫赤红豆，在超市买的时候很有可能这2种豆子是放在一起的，不要买错。赤红豆是可以入药的，比如祛湿的红豆薏米粥就是用的赤红豆。这种豆子很难煮烂，也不好吃，所以用来做豆沙的都是用红小豆。那清洗干净浸泡6到8个小时之后就直接来煮，一般是水开计时煮45分钟左右就熟了。如果觉着麻烦，可以不用浸泡直接来煮，但是时间比较长，得1个半小时左右吧。最终就是煮到红豆的皮都裂开了，用手捏一下很软出沙了就是熟了。今天做的就是很普通的豆沙包，煮的时候也不用计算水量，多放一点水，保证煮的时候不干锅就行。豆子煮好之后直接捞出来，把水控掉。那接着就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点糖，建议加红糖就行，可以补气补血。视频里加了大概有150克，就微微有一点甜，想吃更甜的可以再多加一些。最后找一个顺手的工具压成豆沙就做好了，不需要压得太细，稍微粗一点吃起来更香。这个做法适合做一些家常的简单的豆沙类的面食，但不太适合做糕点。豆沙做好之后热着会有点稀，把它放在冰箱里放凉了之后就变稠了。那趁着豆沙放凉的时间，咱们来制作面皮。面皮的话，今天是用的大黄米粉来做的，不需要发面，制作起来简单又好吃。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大黄米糕。那配比是1000克的大黄米粉，边搅拌边往里面添加刚烧开的热水，水的分量是500克到550克，可以先往里面添加500克的热水。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是大黄米。大黄米是北方产的一种熟米，长得和小米非常像，就是体积比小米大，可以理解成北方产的，就类似于南方糯米性质的一种米。北方人会把这种米磨成面粉，用来制作各种糯叽叽的糕点或者是面食。那加入完热水，搅拌成絮状，放到不烫手了就可以来揉了。面团要和的稍微硬一些，因为大黄米就类似于糯米，如果太软，蒸的时候容易塌陷。所以刚开始先加入500克的水，实在是觉着揉起来太费劲太硬，最多再加上50克，再多的话蒸的时候就容易塌陷。和面的时候就一直揣，把它揣均匀就行。面团揉好之后就盖起来，等豆沙放凉了就可以来包了。那包之前最好把豆沙再分一下，这样包的时候比较方便，包出来的也好看。这些豆沙就平均分成24个。包的时候面皮就不用提前分好了，不然会发干。皮子就保证70克左右一个就行。包的时候尽量包的均匀一些，可以先在中间打个窝，然后把馅儿放进去，这样比较好操作。如果感觉豆沙馅儿还是软不好包，可以放在冰箱里稍微冷冻，冻的表面硬一点就好包了。包好之后，咱们把豆沙包搓的稍微长一点，因为蒸的时候还会往下稍微塌陷一点，这样蒸出来正好是圆形的。做好之后就放在蒸笼上，记着垫上笼布。蒸的话是热水起锅，就是提前先把水烧开，然后把蒸笼再炖上，中火蒸15分钟左右就熟了，简单又好吃。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这种大黄米做的年糕，吃的时候用热油煎一下，特别的香。吃不了的可以放在冰箱里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再蒸一下，和刚出锅的一样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